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套执行在手机上面的 App。那它目前呢在 iOS 跟 Android 上面呢都有版本可以使用。那它的名称呢叫做 Neural Cache。那 Neural Cache 呢是把自己呢定位成是一个长期记忆体的一个助手。那它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可以跟这一些很常用的笔记软体呢做整合，然后透过这些笔记软体呢，能够很快速的呢帮我们建立各式各样的所谓的 Flash Card 也就是闪卡。然后呢，透过这个闪卡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有效的学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有效的学习通常我们会把有效学习定义成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原则或者说我们称作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Active Recall， 就是主动的回忆。那它呢，通常我们会透过这个一个闪卡就是 Flash Card， 然后呢建立一个问跟答的一个题目然后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主动的回忆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笔记以后呢，就是再制作一个闪卡，透过这个闪卡呢来强化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一些知识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所谓的space repetition就是间隔的重复，也就是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呢重新再来强化一次学习到的这一些知识，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短期的记忆呢经过重复的几次以后呢，经由这个闪卡的机制呢能够把它变成是长期的记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一套软体Neural Cache 呢，它想要达成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希望它是一个长期记忆的一个助手，然后呢很快的能够让我们从笔记变成知识，然后呢能够增强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大概执行的样子就是说目前我们现在荧幕上面看到的是已经透过它里面的汇入已经把我们从我们的笔记系统里面把这些知识已经汇入进来，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一个的所谓的 Flash Card 那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范例就是类似比如说这个中翻英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我现在已经要进入这个学习状态我们目前就是点击这个 Study 这个按钮，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卡组了就是很多的卡的闪卡的很多的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我们有中翻英英翻中那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个是类似一个学习英文的一个闪卡好，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中翻英点击了中翻英以后呢，再点击右下角这个学习，它就会动态的呢从我们的卡片里面像我们现在目前是有60张卡片，它就会随机的从这个60张卡片里面呢去选择任何一个问题出来那它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毯那我们就要回答这个地毯的英文是什么然后如果答对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分数假设我们这个地毯忘掉了你就点击这个 Show， 它就会显示出它的正确的这个英文出来它是这个 rug， 然后呢你答错了呢，你就点击这个红色表示说你答错了那最后它当然就是会有一个统计那比如说这个书柜呢，我们知道它是 bookcase， 好，那我答了以后呢就看一下答案，点击这个 Show， 然后呢确定我这一题答对了，所以我就点击这个绿色。那当然就是你有不想回答的呢，你当然就可以点击这个 skip 那这个是 coffee那你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应该是要把这个字给拼出来，所以你可能就会拼 COFFEE， 然后再显示点击这个 show。那如果正确呢，你就点击这个绿色好，那就类似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主动的回忆那这样子就可以强化我们的整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最后当然就是会有一个统计出来了我们60张卡片，然后你回忆到底它的整个成效怎么样呢？它就会做一个统计在这个 Study 的这个页面里面。那这个 Home 就是整体的一个
卡的状况哈。比如说我今天呢，我只答了2题嘛哈，类似这样子，它就会有一个显示的状况。然后我们的这个卡片到底要怎么汇入进来呢？就点击这个 Notes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就有三个群组哈。那这个 Fresh Card 是所有的，所有我们已经列在这边的60张卡片呢，就全部在这个 Fresh Card 里面都有。好，然后这个中翻英呢，就是中文要翻成英文的，好，然后这个英翻中呢，就是英文要翻成中文的，类似这样。那这个 Neural Cache 呢，它的强的地方呢，不是在这个，当然这个 Fresh Card 就是辅助我们来学习的，但是它方便的地方呢，是它整合了几乎我们所有常看到的这一些笔记的软体，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笔记软体呢，就可以跟它做整合，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在这个笔记软体里面做的这些笔记呢，就汇入到我们这个 Neural Cache 这个 App 里面，那你就可以来形成这个有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我接着后面我就来使用这个 Obsidian， 然后呢，怎么样子用 Obsidian 呢来建立这一些 Fresh Card。那当然这个 Obsidian 呢，它是透过 Markdown 的档案格式，因此你除了这个 Obsidian 以外呢，你使用 Bear 啦，或是 Typora 啦，或是甚至就是一般的文书处理程式呢，只要你是依照它的指定的格式做好的.md 的档案呢，通通可以汇入到它的 App 里面来，你就可以做出它的这个 Cache Card 了，这个 Fresh Card 了。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实际的做一次演练。好，我这边呢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Vault， 一个保管箱哈。然后呢，就是叫专门放我的 Fresh Card 的内容的哈。那我们就是按这个新增呢，来新增一个新的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Sample One。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建立我们的闪卡了哈。那这个闪卡当然第一个呢就是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就是Question One， 然后呢你就要有个回答，那你只要按 Enter 以后呢，有一个回答。然后呢，你的这个闪卡呢，第一张闪卡就做完了哈。然后呢，一个档案里面呢，可以做很多个问题，问题跟问题中间的分隔呢，就是用3个减号，所以你就只要打3个减号。那这个建议大家这个减号的上下都给它空一个空行出来哈。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再做第二个问题哈，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这个比如说苹果哈。苹果它的英文是什么哈？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中翻英哈，然后呢，我们当然就是 Apple 嘛哈。好，然后结束以后还有3个减号，好，所以它的格式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它怎么可以知道说我这个呢是一个闪卡呢？我们就要在这个问题的后面哈，要加上 hashtag， 所以它只要是闪卡呢，你一定要加一个 tag 呢，叫做#Fresh Card。就是这个 Fresh Card， 所以我们这个苹果这个问题的后面呢，你也要加上 Fresh Card， 好，然后你的分组你就可以随便看你自己需要什么分组，好，比如说我们要这个中翻英这个分组，好，那这个呢也是中翻英这个分组，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立了这个中翻英这个卡的这个标签了哈，它就会帮我们分在这一群里面。那当然你有一些别的啦哈，比如说3原色是什么哈？3原色是哪3个颜色？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回答红蓝绿。3个减号不要忘掉哈。那后面这个当然就是要加上 Fresh Card。好，那这个呢是假设我们是自然好，所以就选择自然。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建立好了以后哈，我们就可以要把我们这个内容呢放到让它能够汇入。好，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Neural Cache 里面点击这个 Note 哈。好，点击 Note 以后呢，只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钮呢，
就可以来控制我们要处理的这些闪卡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点击一下我们这个笔记，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可以整合的软体，它有 Evernote 啦，有 OneNote 啦，等等等有 Twitter 也都可以那 Roam Research 也可以。那我们到时候要使用的是这一个Markdown 的这一个Markdown file 这一项因为我们 Obsidian 产生的是 Markdown 的格式，所以我们是用这一个。那我们目前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跑到这个最后面这一个把所有目前 New Rocket 里面的资料呢给整个清除掉所以我们就先把内容呢整个清除，好，按 Yes。那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内容就整个清除掉了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做这个 Import 了所以我们就点击这个 Import Markdown File。好，那在这边它有几种汇入的方法。第一个当然就是直接你手机的这个下载项目这个项目，你可以用下载的方法把任何的.md 的文字档呢，把它放到这个下载项目 download 这个资料夹里面，你就可以把它汇入进来了。或者是像我们 Android 的话呢，是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Drive。Google Drive 你可以自己再去定义，看你要汇哪一个资料夹比如说我的云端硬碟，然后我这边有很多硬碟我有另外建了一个叫做 Flashcard 的资料夹在这边所以我们就点击到 Flashcard 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呢，我们刚刚建的这个 Sample One 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清单里面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我们的 Obsidian 里面在这个 Sample One 这边呢按右键，它这边就有一个在档案总管中显示。那各位，如果你用的现在是 0.8.4 的话，它这个中文有不太一样因为目前 0.8.4 里面那个中文是我翻译的那所以我在0.8.5 后面的时候有把它这个本来我是从简体这边翻译过来的啦因为我从简体转换过来，那个时候这个它是支援叫做支援什么什么管理器的样子我后来把它改成档案总管了所以如果有不一样的没关系，反正是同一个。然后这个中文如果说各位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或是希望可以改进的话你可以到 Obsidian 他们的 GitHub 的网站上面去做这个做分支出来去做修改，或者是直接在这个回应里面跟我提醒我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改比较好，那我可以帮各位把这个中文改得更理想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在档案总管里面把它打开所以我们目前就在档案总管里面呢，把我们的这个 Obsidian 的这个目录给打开了然后再进到我们的Chrome 里面，然后呢到你的 Google Drive 的硬碟里面呢，然后呢把它拖上来直接用拖拉的方法到 Google Drive 里面来。那请注意，你不要用自己新增文字档的方法这样它会判断错误好，那目前我们就已经把 Sample One 呢放到我的 Google Drive 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档案出来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有这个 Sample One 出现的话你就是往下拉，让这个萤幕能够 refresh， 让你的手机能够 refresh， 可能要拉个几次。好，已经出现了Sample One 已经出来了，那你就点击 Sample One， 它就会开始汇入，然后你看到这个 Markdown imported 的呢，就表示你已经汇入成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上一页，好，回上一页。好，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内容就已经出来了那你要看一下它这个内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一下。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输入的内容了。好，那我们要学习的话，就点击这个 Study， 然后呢中翻英，然后再点击，点了这个群组以后就再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一个学习，那就会开始，它题目就会产生出来了。然后你一样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对或错好，这你就可以回答好，那所以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很快帮我们建立这个 Flashcard， 而且是从文字的格式呢，直接就帮我们产生这个闪卡了。可以说它非常方便来建立。然后我在这边我再来展示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内容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 Notes 这一个分页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然后移到最后面这个 Clear 我把里面目前的所有闪卡给清掉。
这边有一点要请各位注意哈，如果说你经常需要使用这个分组的话哈，你希望有这个分组这个 study 这个功能的话呢，它是需要启用一个费用的哈，一个月要大概台币60块，1.99美金哈。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哈，你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开启起来。那如果说你想要，它有1个月的试用期，所以1个月以后，在快到期的7天前呢，它会通知你是不是要继续续约。如果要继续续约的话哈，它就会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le 的那个 Store 呢，会扣你1.99美金哈。那如果说你只是每次都要自己重新汇入进来，然后直接从这个每页这边这个 Today 这边去执行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订阅这个 Study。不过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 Flashcard 这个功能你常用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来订阅它。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资料清掉了哈，再点击右上角，再找到这个 Import Markdown File 哈，然后我这边呢有一个 Test One， 我们把它汇入进来。好，汇入进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这边有一个 English。好，那我们用这个 Study 来看好了啊。好，我现在要复习这个英文，所以我就点击这个 English， 再按右下角这个学习。好，它出现了一个苹果，然后你显示，你看到它竟然有图片。好，那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哈？因为我们的答案目前哈，我们看这个 Test One 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汇入进来的 Test One。Test One 的这个 Apple 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题目嘛哈，所以它就出现1点苹果哈，这是题目。那这个答案哈，为了我想要让这个出现的内容能够大一点呢，所以我们就把它用这个标题1这个等级哦，让它变成是一个，这个目前是用标题2啦，用标题2它就会显示这个字就会大一点，然后后面呢就是 Markdown 的显示图形的一个语法。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也放在我们的答案里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变化。那我有跟这个作者建议啊，就是说是不是题目也可以用 Markdown 的格式？那目前没有办法，目前这个题目只能是1行，而且没有办法多行，也没有办法是 Markdown 的格式。那这个作者可能会在后面的版本呢，也许会陆续再去做一个加强了，让这个题目也可以是多行，也可以是 Markdown 的格式。那这样子我们要刊入图片或什么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方便了哈。比如说我们如果它可以加入图片的话哈，我们其实就可以这样做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群组这边，我有做一个 Flex， 好，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学习哈，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可以放 Markdown 格式的图片的话，我们这个国旗呢就可以是用大的图啊，不会是像这样子是用这个绘文字的这个图形哈。好，我们点击 Show 啊，那这个图形可以这么大呢，是因为我们是使用了 Markdown 的图形啊，像这个 Apple 这样子的方法来呈现的哈，就是这个。好，我们就去抓一个，它是 S.svg 档案的哈，它就可以这样子来呈现出来。好，那这个，我到时候会把这个范例放到，我的 GitHub 的连结里面。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把这个当做基本的测试的档案，然后放在你的 Google Drive 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汇入的动作，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内容给整理出来。好，那这个功能呢，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它用的非常简单的语法，就可以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要复习的这个闪卡的内容。好，那将来变成多行以后呢，像我们这个有选择题的这种题目呢，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的来呈现的。好，那这一个 New Rocket 呢，目前当然就是除了有 Android 版本以外呢，它也有 iOS 的版本。然后呢，它整合了这么多的笔记的软体，好，甚至连 Kindle 都有办法去做整理，好。那因此呢，如果说目前你的工作或者是你是一个学生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强化我们的这个记忆了哈。那应该对有效学习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帮助。
好，那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 New Rakesh 到这边。那有问题的话，就请各位留言，好，或者是说我们目前这个 Obsidian 哦，你如果觉得这个中文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那我可以在下一个版本呢协助来做修改。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